这台车呢是不打不相识啊。我这个人是比较温和的人，我一般是很讲道理的，我从来不跟人动手。那这台车呢5年前来找我发动机大修，但是没修成啊，生意买卖没成，还差点动手打起来。那你肯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修个车还能打起来？主要是这个车主啊来的时候，他拿了个手机啊在录我的音，那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这样不信任我，你就不要来找我修车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搞得不是很愉快。那5年之后的前2天，他又来找我修车了。这个车呢已经在别的地方大修过了，还有轻微的烧机油。车主说非常后悔，早知道当时就应该相信我啊。那我也跟他讲了，我说你病人找医生看病要有意愿，那2个人谈恋爱那有情缘，对吧？你修车你得有车缘，对不对？那车缘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？建立在信任上面，对不对？那车主也说了，他当时不是说真的故意要录我的音，他说是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车被坑怕了啊，所以说怕我也是那样的人，所以说呢他录个音。那这样这么说开了，那就没事了。那大家反正都是朋友，对不对？现在呢不打不相识啊，英雄是英雄，那现在是朋友。这一次呢他来找我修车，他上次大修完还轻微烧机油的事情，这个我不管了啊。但是这一次呢，车子开起来拖拉机一样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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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呢空调一点都不制冷啊，还有一些底盘上的一些问题。然后呢他车子来的时候是拖过来的，一点电都没有了，有漏电的问题。那我想把这一系列的问题给他弄掉，那修不修反正随你啊，你要求我解决的，我尽量都给你解决掉。那么有些你说你不想搞的，我也不勉强，反正修车嘛，讲的还是一个缘字啊。所以说大家记住了，缘的前提是什么？是信任。那么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能有一个愉快的维修合作过程。车子是板车拖回来的，肯定不是啥好事情。启动。好，可以了，熄火掉吧。可以了，好了。这车也不对啊，难怪它漏电。你看，我钥匙都拔掉了，车都锁掉了，这仪表灯还亮在这里，这肯定不对啊。这个神车啊，这个神车我也是醉了啊！你看，你看这地方，这插头，这不谁干的？这插头谁干的？然后这个支架，你应该在刹车真空帮后面呢，对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的呢？哎，我是服了。统一的故障啊，都有一个发动机控制单元无通讯，对吧？都有一个发动机控制单元无通讯，看到没有？无通讯。然后呢，勾518啊也有问题，100%漏电啊，看到没有？休眠电流，也就是说这个车熄火掉，钥匙拔掉，这电流肯定大。发动机呢，我们先不给它大修，因为它4、5年前在别的地方大修过，好了我也不想给它动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上面看，上面拆掉，底下拆掉，主要是看一个机油泵那边有没有问题，第二个上面的那个凸轮轴这边有没有问题。这什么插头啊？怎么包在这里？机盖锁的应该是，它可能机盖锁就不要了，给它短截掉了，机器能用就行了。前尾的水箱框架啊，它都裂的啊，看到没有？都裂的，这不是咱干的啊，本来就裂的啊，裂的看到没有？我纠正一下，这不是裂的啊，这是断的。不是说漏水吗？老是查不出漏水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漏水的痕迹，涡轮这个下口上，上面哪里留下来的？看一下，来转。下滑知道的看到。就这根不行是吧？是这一根不行吗？这根不行，你看这根在转，啊，这根不动，这根不动是吧？啊，现在会动，现在动了，它就会弹，弹了之后又是这根转，这根不转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它后面那个张紧器，它有个磁后的，调节有个磁后的？那后面的链条特别的松啊，那拆掉看，拆掉看，是不是一纳的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行吧。用兄弟自制的专用工具固定曲轴，然后把前面的大螺母给它松掉。我主要是看一下机油泵跟平衡轴它是一体的，这个车有没有问题？机油到底能不能上来？它这个机油呢，它都是刚换的，但是放下来看看呢，是吧？颜色确实有点，放出来机油都是黑的啊，没有哪个是不是黑的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，还是放掉吧，还是放掉吧，我也怕。然后呢，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拉缸啊，拉缸也会哐当哐当响，是吧？那这个嘛，有点硬子吧，这个也不算是很严重的拉掉啊。另一个缸看一下，看一下别的缸，每个都看一下。头你感冒了？算。漏水啊，漏防冻液，对吧？缸盖里面检出这么个东西来啊，这个东西是哪里的呢？这个米字形的，我告诉你是链条后盖那个单向阀那个油道里面的。来，你哪里检出来的？这个凹槽里检的是吧？来，你去把那个后盖你把它打开看一下，里面还在不在这个槽里面这个东西还在不在？对，你把这个螺丝松掉。这个螺丝都没了，我操！我去，没拆掉了，螺丝没拆过。哪个？这个地方有个螺丝的，没拆过。螺丝没装啊，这个地方。那我还得给它去找螺丝。这个东西呢，它原来是这么放在里面的，扔进去，把它塞进去。我手机拿的不好拿，你把它塞进去，手套拿掉，把它塞进去，对。朝上还是朝下？一个米字朝外吧，应该我记得你看那东西，对，塞进去。塞进去以后呢，对，螺丝把上面有个 T25的螺丝，这个上面有个 T25的螺丝把它锁紧了。它少东西吧？对，这螺丝没锁啊，这边。不是，我说里面应该还少东西吧？下面这个机油这个地方机油泵我们就不动它了，好吧？眼下是好的，那我就给你交打回去弄回去。我主要是怕这个机油泵这个链条断了或者这个导轨碎了，那反正给它弄回去就好了啊。下面就不怀疑了，那问题就出在上面。发现了什么？
我要找的螺丝是吧？它勾在这个里面是吧？你希望能不能切出来啊？铝的，要把上面那个圆洞破出来。我操，我操，这个螺丝在这个里面了，看到没有？想办法掏出来吧，掏出来也没用了已经。我给他找个拆车后盖吧。我操，这个螺丝看到没有？就是堵住那个单向阀的这个螺丝，都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。里面还有一点，给它捞出来，里面给它捞出来，里面给它捞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图哥啊正在给它换插头，反正我能看到的插头换了我都给你修好，我看不到的那我也没办法啊，底下我就不拆了，看不到我也没办法。先把大的都换掉，有些没有的插头图你跟我讲，我去定啊。曲轴位置传感器这个插头都这样子了啊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插头都这样子了，咋整？你把这个地方刷干净，0年后发给我。节气门的插头啊也废了，然后这个是发电机后面的立磁线的插头，我操，又打胶水了，有胶。我去，这个发电机插头都是绝了啊！打的让我怎么搞？让我怎么搞？那这个呢是发电机插头啊，发电机插头啊，反正每个插头是好的，哎，看到了反正都给它换掉。你拿错了啊，这个发电机的是带这个的，带 B 的啊，拿去把橙色的。燃油压力传感器高压油轨上的，不动它没事，别碰，散架呀。那你说能不能赖我们图哥呢？那肯定不能赖我们图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是高压油轨汽油压力传感器的插头，那这个传感器给你博士的，它原车就是博士代工的啊。OK， 然后第二个，哎我去，这真的是绝配啊！这是怎么这个样子的？我操！他来的时候那个支架都没了，就甩在这里了是吧？这个插头给它擦去换掉啊！我靠，这胶水黏黏的。我们图哥非常的仔细啊，他发现了一个隐患，眼下还没闯祸啊，眼下还没闯祸，但是可能要闯祸之后，你看他这个齿啊磨的是不是有点尖了？你看另外半边，它那个齿就还很厚，那这个齿如果磨尖了，是不是日后可能会跳齿啊？那这个凸轮轴要不要换？因为这个齿跟凸轮轴是一体的。空调管里面都是黑的，操，这空调棒肯定是废了，管路还得洗。正在干嘛呢？他们两个正在换内球笼，1根半轴1500，原厂的啊。算了，省点钱吧，还是换两个内球笼吧。他去年自己啊，过年的时候开到那个乡下黄泥土地里面，是吧？当坦克开，然后把这个水箱框架给杠坏了，那没办法，只能给他换一个新的水箱框架。变速圈有没有？这管子怎么了？我看一下，缠了生料带。我操！你看一下，跟那个 Q5啊、B8那个变速箱散热油管密封圈是不是一样的？好，家里有这个密封圈，真的，有的时候修车啊，怎么说呢？大部分同行都是非常正规、非常认真的，那总有那么一小撮人，生料带呀、塑料带呀，就这么修，给我们整个汽修行业丢脸。当时为了检查它这个机油泵好不好，因为他说机油红灯亮嘛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个盖子拆了一下，拆完以后呢，曲轴、前油泵就必须要换新的。那我们用的是什么货呢？来拿过来看一下，原厂的带合格证的啊，我这里修车绝对都是正规的啊，没有什么老韩牌啊。同样，这个前面的齿轮啊。C5的，它的 B5的里面是没有一个垫片的 ，C6的里面是带一个垫片的。图这个车里面有垫片吗？拆出来就没有，拆出来就没有是吧？上次修的那个人肯定垫片没给他装回去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买不到这个垫片，找任何修理厂，找任何配件商都不可能有这个垫片。用力，好的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那这根水管啊，还有这个垫片都给它换掉了啊，因为它之前就是这根管子漏，留下来，然后留到这个涡轮上是吧？留下红色的印子。然后呢，它原车这个凸轮轴轴瓦这边有点拉伤了啊。有点拉伤了，看到没有？用2000号的砂纸给它撸一下，好吧，稍微光滑一点。用2000号的啊。又不对啦，它这里面湿滑了。啊，上次干的人把里面螺丝搞滑了，对吧？那给它修复吧，我们专门干擦屁股的事情啊。顶筒啊，废了一个顶筒，那给它换一个顶筒上去吧。钟哥，你再给它撸下2000号的砂纸，它拉掉的啊，稍微撸下。这个呢是我们被动技能啊，如果没有必要，我们也不愿意触动这种东西，但是没办法，这个螺纹不行了，那我们给它镶一个螺纹套啊。这个是修好以后的螺纹，行啊，图，没问题了啊，可以了。所以下次碰到这种螺纹的问题啊，尽可能给它当场修复。本来呢想把这个轮子给它换了，图你说那个齿磨尖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发现新的拿过来他们也是尖的，就这个车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就不用换了这个轮子啊。这个轮子我们是没动过的啊，这个轮子跟这个轴我们是没动过的，是整根一起拿下来的啊。它螺丝原来是自己上家给它紧的，这个我们没紧过这个螺丝啊，就整个拿下来，整个拿上去。这个链条张紧器呢，拆下来它散了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它原车是什么牌子的，那不放心啊，那给它换一个伊娜的，原厂就是伊娜配套做的，就是舍福乐的。我们图哥啊非常认真，装之前呢都在这个轴颈上预涂组装油，这样呢启动的一瞬间，就算机油没上来，它也有润滑保护。有道理。这款车呢有一个设计缺陷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轮子跟这个凸轮轴之间靠这个定位销固定，有一定概率这个定位销会断掉啊。那这个东西你说怎么预防？没法预防啊，如果断了那就天意，没办法。眼下来说，原厂也没办法，外面修理厂也没有任何办法，但是断的概率很低。钟哥，你干嘛滑？它又拆出来？有电掉头了。看一下，我去，
一个垫子掉出来，然后到这个上面去了是吧？你说这火花塞的垫子都能掉出来吗？人才，给它换掉火花塞，换成原厂的吧。万一哪天闯祸了啊！上凸轮轴、瓦盖，对，啊 ，OK。凸轮轴油封啊，堵盖，那一次性的必须要换掉啊。完美安装凸轮轴油封，凸轮轴瓦架螺丝啊，15牛米拧紧。火花塞呢，还是给它用这个EA888原厂的啊，原厂的这个跟 C6 2.0T 是一样用的这个火花塞，在 4S 店仓库里出库都是不分的，还是换大众原装的啊 ，NGK 的啊。东哥，这个火花塞多少牛米拧紧啊？30是吧？不是300吗？300的。正时皮带呢，不敢不换啊，万一断掉了算谁的呢？他这个车在别人那边大修过，开了也有个5、6年了，那有可能也有8万公里了，皮带还是给它换掉。那我们用的皮带呢是伊娜的，就是舍夫勒的皮带。这款车啊，刚进中国的时候配套的就是它的，就是伊娜的。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？当年我在4S店上班，我老婆呢是仓库的，就4S店配件库的。曾经有一次，可能是因为用量太大了，厂家连原厂包装都没替换，直接就拿伊娜的包装拿过来，我在仓库里看到过。装正时皮带啊，争取一次搞定啊，图。来，我来检查一下啊，我来检查一下。OK， 好 ，OK， 没毛病。这个呢就是节流阀啊，这个车不是用膨胀阀，是用节流阀的，上面全是黑的东西，这手气对焦不行哎。你在晃荡啥？哦，你在洗里面的脏东西是吧？我们也替车主省点钱啊，干燥瓶给它单独换，然后呢冷凝器给它洗干净，管路里面那些黑的，它那个高压棒已经拉掉了，管路里面那些黑的给它洗出来。空调管路清洗剂啊，我昨天买了24瓶，总够洗了吧？那现在倒出来干净了啊，那里面就表示差不多洗干净了，可以了，来把管路也洗了吧，里面给它吹干啊，给它吹干。节流阀洗干净插回去啊，中国方向不要插反啊。这管子、冷凝器我都给你洗了啊，但是这个干燥瓶那是没办法了，干燥瓶里面因为有干燥剂，所以是没法洗的，这个只能换新的。这密封圈都给它换掉了是吧？啊，这个密封圈呢跟 EA888系列其实是一样的啊，也会容易漏氟利昂，赶紧上去吧。还好这个车蒸发箱啊跟那个冷凝器是分开的，你如果是个什么后期的 A4啊、B8Q5 这种车，那就没得洗了，连蒸发箱带冷凝器一起换。这个车主说啊，这个空调冒它漏气啊，我看一下，像这个就不用看，已经废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密封圈都已经破了。这个密封圈都瘪掉了，那我们给它换2个密封圈，啊，换2个气门芯。这个啊是特地为他买的气门芯啊，那给它换上去吧，上去。这年头开个球头还要上大型。更换空调压缩机啊，那我们用的是贝尔的3电贝尔的这个空调压缩机啊，就是原厂配套的。那懂的都懂是不是？我这边出去的东西都是原厂的或者是原厂配套的。上空调棒。没办法，里面都已经焦糊了，你不换都不行啊。这个是车主要求要换的啊。没办法，那只能够连同里面的内头头防尘套一起换啊。好在这个内头头防尘套，它那个是伦福德的，它带了这个防尘套总成件啊，非常的 OK。网购的插头啊，不好的插头，凡是我看到的，我都给你换掉啊。我们修车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。这边呢，只能连线一起换了，没办法啊，它旗根烂掉了。那我们用这个护套接，绝对是万无一失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插头是哪里的呢？就是这个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啊。这样接过以后，然后呢，单独用胶布包好，外面再包一层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快递到的比较晚啊，然后我们图哥正在一根一根的换这个线，啊，老难搞了这玩意儿。那我们钟哥在干嘛呢？正在换喇叭，我们给他换一对海拉的喇叭，大众奥迪原厂就是海拉做的喇叭。那为什么要换这个喇叭呢？因为车主说了，他这个喇叭声音不响，好像还有单音。上前卫框架，今天我争取把这个车打着啊，才能够查接下来的毛病。这个应该就是链条后盖啊，我估计是，还运费23到付，绝了！就这么个东西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它有一个螺丝锁死的，然后里面是个单向阀，就这个东西坏了，引起它机油泄压，嘎啦嘎啦响。这个东西呢，新的买一个好像得2000多块钱，然后这个拆车的啊，北京发过来的，200多块钱。那反正能解决问题就行，好吧？价格嘛，反正连个运费我卖个车主300块钱，这是不是很良心？你们觉得？或者没拧紧，我说它原来好拿出来，好，然后里面那个米字的给它倒出来那个单向阀，看一下哪个面朝外的，别搞错。你装反没有等于白搞，我都忘了。我记得一个米字朝里的应该是，后面的3道环啊，名称也取得好，叫3道环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原来那个旧的呢，扒过来估计就会断掉，上吧就上。然后咱们给它上新的。这个3道环呢，如果说你用原厂的，100块钱一道；如果你用副厂的，100块钱3道。那你是用100块一道的，还是100块3道的？那我是用的是原厂的啊。钟哥，120度错开啊。我知道的。然后这个塞进去的时候，单向阀是米字朝里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紧过了吧？这个紧过了，不要犯跟它一样的愚蠢错误啊。紧过了。后盖啊，其实呢，这个后盖我都不要的。我只是要里面的那个单向阀跟那个螺丝而已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家这个不带卖，你必须买整个后盖。最后一个插头啊，从温州寄过来，给我寄了3天，我都郁闷死了。我买了5个啊，来用1个就够了。
这个是最后一个插头啊，插在哪个地方的呢？插在呢这个低压传感器上面的啊，各个插头啊，然后各个插头对吧，都已经修复了。反正我肉眼能看到的我都给你修复了，深层的我看不到的我也没办法，这发动机我也不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螺丝啊，原厂的螺丝就不用指望了，用不上了。它来的时候配什么螺丝就什么螺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镀已经被搞大了，原厂螺丝太细了，你根本塞不进去的。这个铁支架啊，它是装在刹车真空棒那个位置的。之前那个大哥呢，就近装在这个位置的，他不知道装哪里，就随便找个位置装上去。我们不能干这种事情啊，必须给它装回原位。啊，前围装好，保险杠套上啊。等一下空调的话啊，冷冻油给它补一点啊。虽然说新的压缩机里面有冷冻油，但是你冷凝器洗过，管道洗过，你要补一瓶进去。你别笑。现在这个声音舒服了吧，对不对？把冷媒加掉，冷冻油加过了吧，聪哥？冷冻油加了吗？加过了是吧？现在这声音就舒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上保险杠，那车头部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搞其他问题了。这个车啊，台数发着水温就高了，那我马上给它熄火掉，因为来的时候拖过来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它水温会高啊。那报什么故障呢？报这个风扇触动器故障啊，然后可能碳关键子阀也得换。点火开关这个地方啊，它断路短路，可能点火开关都得换，因为它这个仪表亮那里老是不断电，可能跟它这个有关系。判断出来了吗？什么问题？应该就是那个风扇膜模块是吧？你为什么怀疑是模块？我那个动作测试都有，动作测试有了现在开始空调啊，又有了是吧？不算了。一会儿有一会儿没，又不算了是吧？那你把那个风扇量一下它的电阻，风扇不好也会引起这个模块损坏。你先量一下电，如果说风扇是好的，那咱只换模块；如果风扇电阻不对，风扇跟模块一起换。那这个风扇模块拿过来了啊，这个模块呢原厂是法拉耀配套的，那法拉耀早就停产了。那我这个呢是凯路拿的，兄弟这个什么牌子啊？这个福博福博是吧？你们可以给他保几年？3年。保3年是吧？那既然配件商敢保3年，那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，那我就放心大胆用。修这种老车子啊，没办法啊，你全部拿原厂件，第一个费用车主吃不消，第二个你也绝种了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是最大的是吧？蓝色是黄色最大的。去买。我们这边接线啊，全部都是用这个线套接的，都是用吸管接的，所以我们不会说啪一拧就给你完事儿了。做事要讲良心啊，同志们。车子还漏气啊，不知道哪里的管子破了还漏气，烟雾打进去看到没有？从下面滑滑的就上来了，来把这个漏气的管子给它找到，还得给它换管子。车个密封圈啊都发胀了，都烂掉了，来给它找一个密封圈，管子就不要给它换了，给它省点钱。这些密封圈啊全烂掉了，难怪漏气，哈哈。把这个密封圈换掉啊，换掉那个换成浮胶去卡一下看紧不紧，摇子。这个密封圈都是后配的啊，那烟雾再打一下看它漏不漏，不漏的话我们就这样了。底下的那个头也给它换掉，希望不要漏气了啊。要没有烟雾侧漏仪，这毛病根本查不出来。密封圈看有没有高出来，要胖一点，高出来很多，高出来很多是吧？那插进去，能插得进去。可能不是没电啊，没电了是吧？然后呢，咱们重新打烟雾啊，看它还漏不漏。那边从空气流量计出来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管子是通的嘛，就看这个废气管还漏不漏啊？之前主要是下面那个头漏，上面这个头漏。如果不漏了，那这个漏气问题就解决了。然后这个节气门螺丝让我怎么装？这个螺丝拧出来里面的丝都是带着的，这不是我搞的啊，一看就是之前就带着的。哎，这是之前带出来了吧？你看502 D 柱有啥用啊？这玩意儿？里面那个塑料丝啊都跟出来了，那我们没办法，只能说用给它搞个扎带一起进去，然后把它里面胀满一点啊。这个我们也没办法，这不是我们的错啊。能紧上了吧，图有感觉吧？还早呢，还早是吧？那反正能拧紧就行了啊！你下一次如果拆节气门、洗节气门的话，让下一次给你拆的师傅再给你往里面塞点那个生料带啊，不是塞点那个塑料带，塞点扎带，那没办法了，那个塑料孔螺丝搞大了，这不是我们搞的啊。这个机油齿跟机油盖稍微还有一点点漏气啊，那这个机油齿密封圈给它找一个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撇掉了这个圈圈，碳关键字阀那给它换一个啊，换成这个博士的。这个地方它原来来的时候就没爆锅的，爆锅给它爆着，等一下好吧？刚刚漏气漏成这个样子，喘成的德行。车子现在已经凉掉了啊，看它热了以后能不能降下来。然后明天我把这个密封圈弄过来，把这个机油齿的密封圈弄过来，数据还能好一点。刹车真空棒那边呢没办法，你总不能把刹车真空棒给换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数据就2.6几啊，2点正常了。这之前那个是3点几，那肯定是不正常的，对吧？像这些螺丝啊，都是我们友情赞助它的。它车上很多螺丝什么卡子都没了，反正密封圈什么都是我们友情赞助的啊。这种爆箍啊，它原来都不加的，这种爆箍也都是我们友情赞助它的。反正这个车在外面修了以后呢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就是少这个又少那个。那如果这种地方你爆箍不加，它有可能会漏气，对不对？原车这个机油齿的密封圈看到没有？都跟塑料一样硬的，换一个，放上去，赞助它一个，这种小东西给它配备上。
稍微松一点没关系，插进去挤开就好了，插进去。现在插进去紧了吧？紧了那肯定就不会漏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车换个玻璃升降开关啊，不是换个玻璃升降器，半个门框都要拆掉。那你们说收多少工资费合适呢？半个车门都拆掉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这个发动机呢非常的平稳，但是偶尔会抽搐一下。除了这个盖子还有点漏气，然后呢这个刹车真空泵接头还有点漏气以外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瓶不好了，它漏电。电瓶不好以后呢，发动机会人为的提高一下转速，让发电机提高一下转速，多给电瓶充点电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台速偶尔会抖一下，你们不要老是盯着发动机，电瓶也有可能的。二缸的点火线圈废掉了，我们给它换了一个新的，现在好了，没有那种一抽一抽的现象了。那这个车啊，发动机部分咱们都已经搞完了，那后来又换了一个点火线圈啊，二缸那个点火线圈它抽，对吧？这个没办法是硬伤，你们不要跟我说点火线圈有人能割开把它修回去，我是没这个本事啊。然后呢，车辆让它强行进入休眠模式，测静态电流。那反正测出来的结果呢是仪表漏电啊。那么仪表我也跟车主讲过了，他这个电瓶呢是在 4S 店去年他自己换过的。那我跟他讲了，我说你这个电瓶如果漏电，你换电瓶是没有用的，你不解决漏电的问题啊，那你这个电瓶换一个过两天就没用了，换一个过两天就没用了。然后呢，车主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充电充回去啊，那我给他充电充回去，充回去以后呢，反正毛病也跟他讲了，那让他自己去找修汽车电子的去把仪表修回去。现在仪表保险丝还没拔，来拔掉，拔掉了就不漏电了。最终呢，这个车子还有两个地方啊，这一个呢是这个刹车真空泵的这个接头这个位置，它这里是个单向阀啊，轻微有一点点漏气，那这个没办法，你不可能把刹车真空泵给它换了，对不对？另外呢就是这个盖子背面这个垫子可能老化掉了，它这个地方垫子薄了，老化了，那到时候叫他自己去换一张加厚的 GTS 垫子，其他的都搞定了。但这两个东西呢不影响大局啊，没有什么关系。出来试车啊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，这个 BP 勾的发动机还是挺猛的啊。摇着开的感觉怎么样？猛得很是吧？那四轮定位不要忘记做啊，等一下，因为它换过下面的那个横拉杆内球头的，本来就换个外球头，结果他们里面锈死以后拆都拆不下来，那只能够割掉，连内球头一起换。找阿亮做四轮定位，你昨天跑哪里去浪了？泡妞去了？上雨啊？找你老家去。找我老家去干嘛了？昨天我自定位我都自己做的，牛逼不？换过内球头，换过外球头，对吧？你不做定位肯定是不行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把这个方向盘水平仪装上去，要给它做正一点。然后呢，洗个车啊，就可以准备交车了。经过这么多天的艰苦奋斗啊，那总算把这个车的车主交代的问题我们都给他解决掉了。那我动过的地方，我们是有质保的啊，没动过的地方，那这个不要找我，好吧？因为这个发动机它修也不是在我这里修的，只是说它这一次来可能跟拖拉机一样了，没法开了，机油红灯亮了。那把相关设计的问题给它部分给它搞掉啊，底下的我是没搞过的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像一些漏水的地方或怎么样，那我们看到像涡轮的这个水管明显有红的防冻液漏出的印子，那换掉。那眼下其他的地方是没有漏的，是好的。如果说日后你别的油管子漏了，那你换哪根，你当地换哪根，好吧？那你不可能全换了，那不如直接换车呢，对不对？第三个点就是漏电的问题啊，因为车主来的时候拖车拖过来，车是打不着的，是我用大电宝给它搭起来的。那这个漏电的问题呢，我也跟他讲过了，他这个电瓶原来在4S店换过啊，但是问题不在电瓶，而是在于仪表漏电。那跟车主讲了，那反正到时候车主呢自己去找那个修汽车电气设备的，因为你要我修，我也是拆下来拿去让汽车电气设备的，该换芯片换芯片，对不对？该焊，该补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的。那这个车子呢，反正我们按照车主的要求把相关设计的东西搞了啊。那你要说真的说有心要去把它翻新成新车，那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搞，这个是修不到底的啊，没有必要的啊。反正回去以后呢，好好保养啊，反正哪儿坏换哪儿。这车主呢算是永康的，但是已经快接近公羊那边了，来我这里呢也挺远的啊。小问题当地解决好了，好吧啊。那么总共修了多少钱？总共修了9000块钱出头一点点啊。那你们是不是觉得修的挺贵的？其实不是的啊，它的项目每一样我都收的它很便宜，维修清单等一下我晒出来给你们看，不是我修的贵，而是架不住它项目多事情多啊。那反正这一期就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车爱熊猫，修车自由，不迷路。这是维修项目清单，你们觉得贵不贵？收费合理不合理？其实这台车我是收着打的，没有敞开的打。一来是因为车老了，费用太高，车主吃不消；二来也是把他朋友差不多就行了。完美交车啊！